李小姐没有抽烟习惯，但长久以来咳嗽时好时坏，做了很多检查都说肺部没问题，有人说是过敏性鼻炎，也有人认为是气喘，吃药后似乎好一些，但是咳嗽却始终阴魂不散，喉咙总是伴随着一种卡卡的异物感。如果您听起来似曾相识，咳嗽超过8周以上，或许还伴随着鼻塞和胃食道逆流，那这支影片对你来说相当重要哦。我会介绍这一组临床上相当常见的咳嗽三兄弟，大概占了慢性咳嗽病例的1半以上，他们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以及3招不用吃药就可以有效缓解慢性咳嗽的方法。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刘文德医师，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睡得更好。有一句俗话叫做“医先加地少”，因为会造成咳嗽的因素和疾病实在太多了。如果只把咳嗽当成一个症状来治疗，只给病患吃止咳药或化痰药，那效果不但不好，还可能拖延导致咳嗽背后那个疾病的治疗。我在临床上常常要扮演侦探，在做了 X 光、肺功能，甚至电脑断层，确认案发现场不是在肺部后，还要询问病患许多问题：什么时间点会咳？有没有痰？大概睡到几点会开始咳？除了咳嗽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有没有黑眼圈？白天会不会口干舌燥？声音有变低沉吗？在检视了各项证据，抽丝剥茧之后，才能诊断出导致咳嗽的疾病是什么。在美国排名第1的梅约诊所，针对超过8周的慢性咳嗽的治疗，会采取多位专科医师共同诊断的方式，来找出真正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而我今天会以胸腔内科和睡眠专科医师的临床经验，分享一个我称之为慢性咳嗽三兄弟的症状，来帮助大家判断咳嗽咳不停的真正原因，并且提供几个不用吃药的解决方法。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人为什么会咳嗽。咳嗽是身体为了防止异物或不正常的分泌物进入呼吸道或肺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人有许多咳嗽受体，最密集的地方是咽喉，再来是气管和支气管，而鼻子跟耳朵也有许多咳嗽受体。大家都有经验嘛，挖耳朵挖得太深就会让人想咳嗽，所以这些咳嗽受体只要接受到以下几种刺激，就会引发我们咳嗽。1. 机械性的刺激，像是有灰尘或异物东西卡到喉咙。2. 神经性的刺激，像是吸到干冷的空气。第3. 化学性的刺激，像是接触到废气或者是酸性的物质。如果咳嗽受体太过敏感，像是喉咙发炎啊，都会让以上3种刺激更容易引发咳嗽。机械性和神经性的刺激，通常只要移除这些刺激物，咳嗽就会停止。但是呢，化学性的刺激就可能造成组织的发炎肿胀，即使移除掉这些刺激物后，还是会经常咳个不停，而且可能会有痰。而我今天要介绍的咳嗽三兄弟造成的恶性循环，通常只是由一个小感冒开始的。很多鼻子比较过敏的人，一到了冬天或者一个感冒，就会开始流鼻水啊、鼻塞啊，睡觉的时候就很容易用嘴巴来呼吸，一整个晚上都用嘴巴呼吸，会造成喉咙的黏膜干燥损伤，使得喉咙的咳嗽受体变得过度敏感。这个时候呢，只要发生鼻涕倒流，就会睡到一半咳个不停。一开始患者只会觉得每天早上醒来口干舌燥、喉咙痛痛的，但是呢，起床以后喝个水、吃早餐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很快改善。但是上班通勤时吸到汽机车排放的废气，或者是因为工作需要常常要开口讲话，而再加上鼻塞的关系，让患者一整天几乎也都习惯用嘴巴呼吸。于是呢，我们的喉咙在24小时受到没有加湿过滤过的空气刺激，喉咙的黏膜受损就会越来越严重，咳嗽受体也会越来越敏感，这又会加重白天以及晚上睡觉时的咳嗽症状。那时间一久呢，患者就会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得到慢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窦炎，不止咳嗽咳不停，双眼下方的内侧还会因为长期鼻塞呢而有黑眼圈。除此之外，这类型的患者还很容易得到另外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症状——胃食道逆流。
一个人长期张口呼吸的结果，除了经常觉得喉咙很干不舒服之外，还很容易增加胃食道逆流的机会。胃酸是可以帮助消化，也具备杀菌功能的强酸，因为胃壁有黏膜保护，不至于受到胃酸的伤害。但食道跟咽喉就没有那么好的机制，需要依赖吞下去的唾液来提供保护。我们的唾液是弱碱性，可以帮助中和胃酸，偶尔有些胃酸逆流上来到食道，可以透过吞咽下去的唾液来清除与中和。因此，张口呼吸会让唾液蒸发太多，导致没有足够的唾液可以吞咽下去，就容易出现或是恶化原本就有的胃食道逆流问题。此外，张口呼吸也可能会导致喉咙肌肉张力不足，进一步引发下食道括约肌的放松。这个括约肌是食道和胃之间的一种肌肉，它的功能是防止胃酸逆流入食道。如果这个肌肉弱化或放松，就会提高胃食道逆流的可能性。事情还没完哦，睡眠期间如果张嘴呼吸，舌头的肌肉会很容易塌陷，导致咽喉阻塞。这时我们的大脑呼吸中枢会尝试着用力吸气，想当然而空气是很难，甚至完全无法进入胸腔的。这时候用力吸气的动作就会形成很明显的胸腔内负压，导致食道内的压力大幅下降。当胃的压力大幅度超过食道的压力时，胃里面的东西就很可能逆流到食道。综合以上3个原因，因为鼻塞而造成我们习惯张开嘴巴呼吸，就会大大增加胃食道逆流的几率。我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咽喉，除了鼻涕倒流的刺激以外，现在又多了个胃酸，这时候就更容易咳不停了。更变本加厉的是，经常性的胃食道逆流，胃酸还会刺激在食道下方的迷走神经，引发神经反射，造成鼻腔与鼻窦黏膜的充血、肿胀以及黏液增加，让鼻塞变得更严重。这种神经的反射实际是刺激到一种食道黏膜上的细胞接受器，叫做 TRPV1， 这又称辣椒素接受器。发现它的2位美国科学家得了2021年的诺贝尔奖。这种细胞接受器分布在人体全身，不同部位的功能不尽相同。例如，在体表的接受器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温度高低、压力大小而出现不同的反应，包括各种免疫反应与疼痛感受等。而分布在上呼吸道与咽喉、食道的 TRPV1 则会引发充血、肿胀、鼻涕倒流，甚至咳嗽等等的症状。大家都有吃过麻辣锅嘛？很多人会吃的一把鼻涕啊，一把眼泪啊，但是食物又没有进到我们的鼻子里。这个就是由于又辣又酸的食物刺激了咽喉以及食道黏膜上的 TRPV1 所引发的神经反射现象，这个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鼻腔黏膜充血、肿胀、鼻涕直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明就没有典型的胃食道逆流症状，例如感受到胃酸或者是胸口闷痛、火在烧的情况，因为胃酸刺激到食道黏膜的神经，就足以引发这种反射现象。所以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反射 reflex， 而不见得一定就是逆流 reflux。胃酸对鼻腔的影响就是通过这个途径造成的。将来我们会再拍一部影片，介绍这种胃酸引发神经反射造成的种种问题。所以鼻塞造成张口呼吸，张口呼吸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而胃食道逆流又会让鼻塞更严重，于是越来越习惯用嘴巴呼吸，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很糟糕的恶性循环，最终引出了慢性咳嗽3兄弟的大哥——睡眠呼吸中止症。以上的恶性循环会导致咽喉的发炎、浮肿，而加上睡眠期间的肌肉张力不足，最后就会因为上呼吸道狭窄而引发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说到这里，3兄弟通通出场了：慢性鼻炎、胃食道逆流以及睡眠呼吸中止症。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最后出场的 OSA 大哥哦，有时候他才是造成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的喉咙呢，就好像一扇门，平常呢，因为要持续呼吸，所以是不能关着的。只有在喝水啊、吃东西的时候呢，才会暂时关闭，防止我们的食物掉进去我们的呼吸道。而在睡觉当中，一个人如果会打鼾，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一扇门就相当于不断的开开关关，一个晚上可能会超过2000次哦。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哦，如果你卧室的门每天晚上开关2000次，这个门大概很快就坏掉了，可想而知哦，我们咽喉的黏
年末呢就会因为持续的伤害而造成慢性咽喉炎，让我们的喉咙呢经常觉得卡卡的、痒痒的，有点刺激呢就会咳个不停。最后的结果就是慢性鼻炎、胃食道逆流和睡眠呼吸中止症3个问题会形成很厉害的恶性循环，每一个都会加重另外2个问题的严重度，引发不停咳嗽的症状，到后来根本弄不清楚哪一个才是源头了。相信各位看到这里呢，已经可以明白为什么找出潜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么重要了吧？这个我们常讲的百病之母与慢性鼻炎、胃食道逆流之间呢，已经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恶性循环了。它不但会造成之前影片介绍的种种慢性病，还会让你咳不停。那除了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外，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才能有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让慢性咳嗽可以真正被根除呢？以下我有3招教给大家。第一，远离刺激和过敏源。环境中有很多过敏源与刺激物，都会引发鼻腔黏膜的发炎与肿胀。家中常见的过敏源有尘螨、霉菌、蟑螂、宠物等。如果恰巧你对这些过敏，应该尽量避免接触。那除了过敏源之外，更常见的是环境中的刺激物，例如接触到忽冷忽热的空气，闻到刺激性的气体、烟味、食物的味道等等。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咳嗽受体会比较敏感。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张口呼吸，可以用棉质口罩当保护，可降低口腔水汽的散失，避免口干加剧，进而减缓咳嗽。酸和辣的食物也要避免，这对于咳嗽受体来讲是很强的刺激，容易引起一连串剧烈的咳嗽。第二，避免宵夜，细嚼慢咽。睡觉前2-3个小时呢，不要吃东西，除了喝水以外呢，通通不行哦。只要吃下食物，就会引发胃酸分泌。太晚吃东西，睡觉的时候胃酸就会逆流，进一步引发咳嗽。那尽量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如果平常你吃东西的速度太快啦，或者一次吃太多啦，身体的消化系统就会被你训练成时间一到，食物还没有进到消化道，就已经准备好大量胃酸了。所以呢，可以留意一下，观察自己吃饭时间到了，会不会觉得胃酸已经开始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如果有这样的现象，代表你吃东西的量和速度其实都要降低哦。第3个，规律运动。运动的好处实在太多了。针对呢这个恶性循环，有更重要的目的。首先，运动是保养鼻腔很重要的做法，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感冒、鼻塞啦、流鼻水的时候，经常在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缓解一些。因为运动时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使血管收缩，让鼻腔消肿，鼻涕倒流会减少，效果呢就跟你喷鼻涕是一样好的。而且运动的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用鼻子呼吸，这个时候大量空气进出鼻腔，反复刺激鼻黏膜的神经，久而久之，这些神经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不再那么敏感了。除了保养鼻腔以外呢，运动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消水肿。根据2009年一篇研究发现，白天久站久坐的状态呢，会导致身体的水分滞留在我们的下肢，这些水分呢，只能等到晚上睡觉平躺的姿势才会回流到全身，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上呼吸道。根据统计，大量回流的水分呢，约有100cc 会聚集到咽喉部位，这就很容易造成上呼吸道的肿胀阻塞，让睡眠呼吸中止症更恶化。所以如果每天下午、傍晚能够去运动，特别是下肢的活动，例如健走啦、骑脚踏车、慢跑等等，透过腿部肌肉的收缩，可以将水分送回全身。透过尿液排出体外，对于当天晚上睡觉时上呼吸道的阻塞就可以大幅度改善哦。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不知道以上关于这慢性咳嗽的3兄弟所引发的恶性循环，有没有让你发现原来久咳不愈、睡眠呼吸中止症也可能是元凶之一呢？而张嘴呼吸就很有可能是这一切的导火线，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有关口呼吸对身体的危害，强力推荐大家去看这支马医师的影片。之后的节目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呼吸顺畅、睡个好觉的影片，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刘文德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